我们平时买鸡蛋时会发现鸡蛋有大有小，有的商贩是大小混合在一起销售，有的则是会把大小分开售卖。往往小的鸡蛋还会比大鸡蛋贵一些。那么究竟鸡蛋的大小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哪种会更好呢？下面就给大家分享。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鸡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食物，别看鸡蛋普通，但是它却富含丰富的营养物质，比如蛋白质、卵磷脂、矿物质等等。而且鸡蛋的蛋白质还是非常优质的，名列高蛋白食物前3。除了营养之外，鸡蛋的烹饪方式也很多，煎、炸、蒸、煮，样样皆可。所以鸡蛋在每个家庭中都是缺少不了的，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买上一些。鸡蛋的大小差异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这主要取决于鸡的品种、年龄、健康状况以及产蛋周期等因素。年轻的母鸡通常会产下较小的鸡蛋，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产的蛋会逐渐变大，也就是大鸡蛋由大母鸡生产的，小鸡蛋就是由小母鸡生的。这种蛋我们也称为初生蛋。小母鸡更年轻，抵抗力也会好一点。相比于老母鸡生下的鸡蛋，小母鸡产的鸡蛋相对会更好一些。首先从营养角度讲，大鸡蛋和小鸡蛋在营养价值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鸡蛋大小跟鸡蛋的品质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一般来讲，越大的鸡蛋，它的蛋壳品质会相对较差一些。小母鸡刚开始产蛋时下的蛋叫初生蛋，它相对于老母鸡体质更好，不易生病，所以在生长过程中被喂养的抗生素也相对较少。关于大鸡蛋和小鸡蛋，相信大家都了解了，它们从营养上来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所以我们在购买时就没有必要纠结大小了。不过大鸡蛋的个头大，里面的蛋清蛋黄相对就要多一些了，从性价比来说，大鸡蛋就会更加划算一些。毕竟同样价格，我们就可以买到更多的蛋黄蛋清，而不是蛋壳。但要是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大的鸡蛋，小鸡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土鸡蛋就比普通鸡蛋要好，尤其是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更喜欢给他们吃一些土鸡蛋。但事实上，无论是土鸡蛋还是普通鸡蛋，其营养价值都差不多，甚至有些土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含量还比普通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更高一些。对于平时有基础性疾病或者吃三高疾病的患者来说，还是要少吃为妙。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了。那我们该如何挑选新鲜的鸡蛋呢？诀窍1：晃动鸡蛋有声响的不能买。平时我们在家打鸡蛋的时候，也经常遇到此类情况，就是鸡蛋液很水，甚至是散开。而这其实就是快要变质或者已经变质的鸡蛋，像是这种鸡蛋主要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因为保存不得当造成的。尤其是闷热的夏季，鸡蛋更爱坏，所以为了避免买到这样的鸡蛋，我们在挑选鸡蛋的时候，可以将鸡蛋摇晃一下。如果有声响，那就说明鸡蛋液已经不新鲜了。诀窍2：看外观鸡蛋壳有无白霜。细心的人会发现买鸡蛋的时候，鸡蛋外壳上有一层类似白霜的东西，实际上这层白霜叫做蛋壳膜，膜内含有蛋白质、脂质体、糖类，而这层白霜往往是存在新鲜的鸡蛋的外壳上。因为这层蛋壳膜的主要作用就是封闭蛋壳上的气孔，避免细菌的入侵，同时防止蛋壳内的水分流失，
保护蛋液的新鲜。诀窍3：闻鸡蛋气味。网上有一种说法是，如果鸡蛋闻着有一股蛋腥味就是新鲜的，如果闻着有臭味则是坏鸡蛋。实际上这种描述并不正确。新鲜的鸡蛋如果外壳没有能够影响其气味的脏东西的情况下，新鲜的鸡蛋闻起来应该是有一股轻微的石灰味，而不是腥味。而鸡蛋如果不新鲜了才会散发出腥臭味。另外，很多人闻鸡蛋气味的方法也不正确，鸡蛋拿起来不要直接用鼻子闻，应该是先用嘴往鸡蛋上轻轻地哈一口热气，然后再用鼻子嗅气味。诀窍4：掂重量。挑选鸡蛋时，遇见个头差不过的鸡蛋，可以把鸡蛋放在手上感受一下重量，最好选择重的鸡蛋，因为比较重的鸡蛋说明是实心蛋，放置的时间比较少，更新鲜。虽然鸡蛋有外壳，但是并不代表鸡蛋内部是无菌的，如果放置时间久了，内部的细菌会腐蚀掉鸡蛋的养分，鸡蛋就会变轻，所以比较轻的鸡蛋我们不要买了。冷藏保存。鸡蛋应存放在冰箱的鸡蛋格中，冰箱提供的低温环境能够显著减缓细菌的生长速度，从而延缓鸡蛋品质的下降。在购买鸡蛋后，务必尽快将其放入冰箱，以确保其处于适宜的储存环境中。需注意避免将鸡蛋放在冰箱门上，冰箱门经常开关，会导致温度波动较大，不利于鸡蛋的保存。而且放在门上容易与其他物品接触，增加了被污染的风险。鸡蛋最好存放在冰箱内部较为稳定的温度区域，这样可以保证其在相对恒定的低温环境下储存。保持鸡蛋干燥。为了确保鸡蛋的干燥，要选择合适的存放位置，避免将鸡蛋放在冰箱门上，不仅是因为温度波动，还因为门处容易受到水汽的影响。鸡蛋应该存放在冰箱内部较为干燥且温度稳定的区域，以减少与湿气的接触，降低细菌滋生的可能性。如果购买时鸡蛋带有纸盒包装，最好保留原包装。纸盒具有吸收湿气的作用，可以有效减少鸡蛋表面的细菌污染。同时，纸盒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鸡蛋免受外力撞击。今天分享关于鸡蛋的小故事，你们都知道了吗？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